穿越洪荒变成一条河，修炼无数年也只到达金仙。我的根脚还是太低了，修炼到金仙已是极限。莫说是突破大罗，就算是突破太乙都难如登天。娘的，别的穿越者穿越洪荒都有金手指，都有系统，怎么到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丁，最强河流系统开始绑定。系统。丁，发布新手任务，请宿主在接下来的龙汉亮劫中一展神威，镇压三族，脚踩罗喉，拳打红军，让您的威名从此刻开始响彻洪荒。好，这么玩是吧？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搞我，让我镇压三族，脚踩罗喉，拳打红军，就给我这个小小的金仙。萧敬都气笑了，先念笼罩自己本体每一个角落，很快就发现寄存于自己真灵中的系统核心。这破系统是指望不了一点，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试试别的法子。想到前世看过的一些洪荒流小说中不乏便有穿越者炼化系统的，萧敬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看。既然我都能发现系统核心，那炼化系统什么的应该也不是不可能吧。随着萧敬将仙念渗透入系统核心，很快系统便开始抗拒起来。这系统位格有点东西啊，爆发出来的力量太惊人了，至少都是会员金仙级以上的力量，而且似乎还具备着可成长性。系统没想到自己的宿主会渗透它，所以哪怕本身位格高，但自身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根本也就无法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本来只是想试试看，结果好像还真能炼化。时间飞逝，一晃万年，系统的力量耗尽了，彻底被萧敬炼化。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系统本质上就是由一枚大道碎片所组成，又是经过无数种排列，所以才产生了无数的可能。也同样是因为组合，所以具备可成长性。主要分2点，其一即是核心的水之大道，其二则是类似愿望大道，只要获得愿力即可做到幻想成真。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既然都是河，银河也能是河，谁说时空长河就不能是河了？若我炼化水之大道，以水之大道为核心，再辅以愿之大道，如此即可奠定我的根基，奠定我的核心。我在洪荒的优势是什么？是对洪荒的先知先觉。我所看过的无数版本的洪荒，还有那些洪荒二创、洪荒脑洞，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愿望大道、成真大道的本质就像是系统发布任务后，任务完成所给予的奖励，这换成变种同样适用。我若给洪荒生灵剧透，也就是让洪荒生灵完成心愿，包括改变生灵轨迹，这所涉及的因果同样能够获得洪荒生灵的反哺。水之大道可为我根基，而愿望之道则可为我晋升升格之辅。果然，那些穿越者前辈的选择完全没毛病，系统什么的就得直接炼化，听从系统的。等系统施舍，那和傀儡又有什么区别？不愧是大道碎片，只是炼化部分便是正德大罗，后续修炼到会员金仙也可畅通无阻。只要本体不灭，我即不死，倒是有点类似后世冥河，如此便不必担心安全问题了。乌龙族明明大势在握，哪怕凤族、麒麟族联手也难以抗衡吴族。为什么吴总有一种心绪不宁之感？天机混乱，想要推演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都很难做到。罢了，还是去东海周围转转吧，说不定就能想到自己到底遗漏了什么。搞定！扩大本体范围，以此壮大本源，辅以炼化水之大道，再以愿望之道凝聚位格，壮大我的本事，让我从长河一步一步变成时空长河，如此便是我的道义。这么快就有了因果反馈，佐罗，这不就是贴湖开局了吗？萧敬大手一挥，动用部分愿望本源屏蔽了天机，万事俱备，接下来就看这开门红不红了。河流有灵，大罗，不对，气息有点问题。看似大罗，实则位格很高，大道气息十分浓郁，会员金仙巅峰，气息变换，到底什么修为？天机不显，命运不现，因果混乱。龙族族长祖龙见过道友，丢入宝物，可得机缘。祖龙想了想，还是随手丢下一个先天灵宝。年轻的祖龙妖，请问你掉进河中的是左边的灵宝，还是右边的至宝呢？
年轻的祖龙妖，请问你掉进河中的是左边的灵宝，还是右边的至宝呢？祖龙有点懵，原本他还想过各种交流的方式，或是威胁，或是试探，但萧敬这么个骚操作，直接就给他整不会了。这是本座掉的。年轻的祖龙妖，恭喜你完成了考验。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获得先天至宝级的乾元鼎；第二，获得到射击龙族的大使。你想选什么？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何如此古怪？他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诸多念头闪过，祖龙没有多想，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大不了就是损失个先天灵宝而已。于是果断选择了第2项。年轻的祖龙，恭喜你，你获得了最好的奖励。我就要告诉你龙族的未来大事了。不必遮盖天机，无之所在，系天道诸法不可窥探。天道诸法不可窥探，为施展神通之法，天然便可万法不侵。道友请说。你龙族要完了。还不等祖龙发怒，萧敬就将龙汉良劫最后的结果画面传入祖龙脑海。你们开天3族为红军魔猴所算计，最后你们3族3败俱伤。你元凤、石麒麟镇压洪荒地水火，而3族也背负无边业力，从此退出洪荒大舞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真是假？祖龙，你回龙族查查就能知道。你们龙族早已被魔族渗透，伪装成龙族，借此来拱火，引起3族摩擦的魔族不在少数。仔细探查还是能发现端倪的。多谢道，前辈告知，本座先回去一趟，敢问前辈名讳？河神。河神。考信要开始了，第一步初步成了。只要祖龙确定了魔族的渗透，一定还会来找我。不仅如此，只要龙族入瓮，凤族、麒麟族也不会太远。若以3族布局，吸引罗侯入局也并非不可能，甚至是和红军同强的五行老祖、乾坤老祖、阴阳老祖都可谋划一二。也不知道这个洪荒是什么版本，杨梅是不是也在其中？不急，一步一步来即可。趁祖龙还没回来找我，那就继续炼化其他新的河流，来扩张自己的本体辐射范围吧。至于主动行动去找祖龙、元凤等人，这种蠢事萧敬自然不会做，那样显得自己太过急迫，反而掉价。逼格若是没了，那可就很难再维持回来，这才是最重要的。祖龙回来后，调查了不到1个时辰，祖龙就不想再查下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龙族大罗境强者中有近10个都是魔族调包的，太乙金仙更是有数百位，这还查个屁的查！他们龙族都快被魔族渗透成马蜂窝了。魔族好一个魔族，好一个罗侯，你们都该死！就在这时，烛龙传音说，龙族强者们联合而来，说有要事相商。让他们都进来吧。跟随烛龙进来的有10名大罗经仙境巅峰强者，其中有3位正是魔族卧底。参见魔族。说，魔族时机已到，小人已暗中联络龙族中的族人，以3族如今的局势，只要族人在祖龙面前拱火，3族大战便会一触即发。结，本座的诛仙剑图祭炼已到关键时候，只要3族大战一起，无尽的杀戮之气便可让本座的诛仙剑图彻底完成。待到那时，整个洪荒都将在本座掌控之中，本座将能重炼洪荒地水火风，一举挣得会员大罗金仙之位。恭喜魔祖谋划将成，整个洪荒又有何人能是魔祖对手？金毛，此事事关重大，务必不要出现任何差错。是，请魔祖放心，3族矛盾在我族暗中推动下，本就随时点燃，而今本就顺势而为，定是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兄长，凤族、麒麟族好大的胆子，他们竟然又暗中袭击了我族子嗣，无数幼龙都已被抹杀。他们既然找死，那咱们也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龙族的怒火。族长，下令吧。是啊，族长，我族强者早已忍耐不住。一尊尊龙族强者纷纷开口要求开战。不急，让族人们都在四海待着，没有本座命令之前，谁都不得擅自挑起大战。3名魔族卧底一是面面相觑，全都困惑懵逼。不是，你咋不打了呢？你上次不是还说时机即将成熟，是时候一统洪荒镇的会员吗？好了，你们都退下吧。想让我下令开启大战，好让罗侯渔翁得利，等着吧，这笔账我一定会好好清算的。再去一趟，看看河神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正好问问后续情况。刚才走得太匆忙，都没有问清楚。想到萧敬，祖龙就眉头微蹙，有些惊疑不定。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算了，现在不是深究这个的时候，龙族的安危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祖龙来到河流旁，动作熟练地往河里丢了一件极品先天灵宝，而萧敬也是按流程的从河里冒了出来。年轻的佐罗廖又见面了，见过前辈。查实了，查实了，的确有魔族在背后算计，多谢前辈指点迷津。前辈，您看我龙族还有机会吗？不够。前辈，这是我龙族宝库中的8成天才地宝，剩余2成需要维持龙族运转无法拿出。若前辈觉得不够，吾还可再想办法。8成的天才地宝，不愧是祖龙，果然够果断，早有准备。见识不是小说，这些洪荒强者，不论是哪一个，便是用足智多谋来形容，都太低估了他们。年轻的祖龙药，请问左边是你丢进河中的资源，还是右边是你丢进河中的资源呢？左边的。恭喜你，年轻的祖龙，你通过了考验。那么，你是想要右边的资源，还是想要隐藏奖励？前辈，我要隐藏奖励。想要成为洪荒主宰，你龙族没有机会。没有机会。龙汉大劫看似是你3族争夺洪荒霸主，实际上本质是道魔之争。道魔之争，红军、罗侯。不错，洪荒初顿，秩序未善，乾坤未定，凶兽大劫的出现影响了洪荒的发展和平衡，所以天道需要挑选出一位天道圣人来辅助他维护洪荒运转，而龙汉大劫的出现，便是为了选定天道圣人。你们3族跳得越多，便越没有机会，除非你们能镇压天道，否则这一大劫的主角就是罗侯和红军。罗侯要灭世，红军要和天道合作，无论如何，你们都没有机会。所以，吾等3族在天道大势之下，是为了镇压洪荒的地水火风。如果是这样，罗侯也是注定的失败者。那洪荒的5行、阴阳和乾坤呢？吾明白了，5行老祖、阴阳老祖、乾坤老祖也在局中。不错，你们都在红军和天道的算计之下，既在局中。若无能力成为旗手，那自然只会是其次。祖龙非常不愿意相信萧敬所说的，但理智告诉他这是真的。前辈，既然您能知道这些，那您就肯定有办法解决，对吗？恳请前辈指点迷津，吾真的太想进步了。不够。多谢前辈，吾明白了。只剩下1份愿望本源了，但足够了。下一次就是收获的时候，继续吞并洪荒的其他河流吧。祖龙回来后就开始思考萧敬说的话。吾终于明白了，凶兽大劫恐怕也有天道和红军的手笔在其中。怪不得神秘被封印在极北之地以后，就一直愤怒地想要攻破封印，看来是已经想明白了。祖龙冷笑不已，又是心中一阵发寒。神秘被镇压，现在变成了洪荒收束煞气的工具，可他又好得到哪里去？下一个就是他了呀！踩着我们的尸骨来完善洪荒，天道、红军，你们想得真美啊！大家都是棋子，凭什么让本座一个人牵扯漩涡？要死大家一起死，要下水大家一起下水。让他一个人发愁那怎么行？他要拉凤族、麒麟族一起下水，要愁大家一起愁，要难受大家一起难受。更何况凤族和麒麟族的宝库，那不是还没动用吗？我们3族要完了！祖龙刚一开口，元凤使麒麟直接当场就懵逼了。你疯了，走火入魔了！要完也是你龙族要完，跟我凤族有什么关系？祖龙，你在说什么胡话？吾等3族只是棋子，这次大劫完全就是一个局，吾等只是被推到台前的炮灰。3族之间的战争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吾等之间有着共同的敌人。祖龙，你到底什么意思？罗侯。祖龙将罗侯暗中在3族之中安插卧底，再到龙汉亮劫的本质、红军和天道的联手等一系列的事情全盘托出。两人在听完祖龙的讲述后，脑瓜子都嗡嗡的，信息量太大，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至于祖龙所说的，两人都没有怀疑，因为他们了解祖龙不会拿这件事来说笑。好一个罗侯，好一个红军，好一个天道。吾等3族在他们眼中，恐怕真的就只是个笑话。想拿吾等当棋子，真以为吾等是死的吗？不要轻举妄动，红军修为深不可测，既然早已暗中和天道联手，如今便是半步会员大罗金仙，那都未尝不可。还有那罗侯，他既然敢跟红军掰手腕，实力恐怕也不容小觑，或许也是半步会员大罗金仙之境。合着我们成小丑了，全在暗处看吾等笑话。祖龙，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还有，你既然找上我们，应该已有对策想法了吧？这还要从吾最近一段时间心绪不宁说起。祖龙没有隐瞒，将自己遇到河神的一系列事情全盘托出。在听到河神称呼祖龙为年轻的祖龙时，两人差点笑喷，紧接着就是震惊、骇然、不可思议，到最后两人脑瓜子又嗡嗡的。
此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涉及天道大事，便是会员大罗金仙，也不可能窥探这部分未来。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破局之法在他身上。想要以我们的力量跳出棋局，根本就无法做到，而他便是希望。是。三人对视一眼，皆是明白了彼此的意思，合作。他娘的，你们龙族势大，这还不动手？干翻凤族、麒麟族，你祖龙不就能聚拢洪荒气宇，一举挣得会员大罗金仙了吗？这你都不心动？信吗？参见魔族。下令让凤族、麒麟族那边的族人发动。你祖龙不动，无妨。那我让凤族、麒麟族那边先发动，看你祖龙到底动不动。谨遵魔族法旨。还没过去多久，心魔便回来了。罗侯心中莫名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魔族出问题了，袁凤和史麒麟全都表示三族暂时休战，等待命令。罗侯这回是真的懵逼了，不明白他们三族为啥不开战。不是你们不开战，那我诛仙剑图咋办？袁凤史麒麟按照祖龙之前的样子，将各自族群的8成天才地宝全都丢进河中。年轻的袁凤史麒麟哦，请问我左手上是你们丢的东西，还是右手上是你们丢的东西呢？启禀前辈，左边。恭喜你们，年轻的袁凤史麒麟，你们通过了考验。祖龙既然带你们过来，那一切祖龙肯定已经跟你们说啊。奖励的流程我就给你们念了。你们想要知道的是三族的生机在哪里？恳请前辈为我等指点迷津。我这里有下中上3个法则，可供于你们选择。3个法则。下的法则也很简单，天道也好，红军也罢，本质只是为了让三族镇压洪荒地水火风。若是你们被动的去镇压，那叫偿还罪孽；那么如果你们主动镇压呢，那就叫功劳。前辈，您说的我也想过，只是若是主动镇压地水火风，吾等族群或可保留，但吾等必须以身演化镇压之物来填补洪荒的地水火风才行。而且吾等即使现在收手，但以前在洪荒造成的业力依旧很庞大，这同样是个问题。小了，格局小了。首先业力这件事情很简单，对冲一下不就行了？业力再多，若你们宣誓填补洪荒地水火风，所得到的功德自然消除业力，而深化镇压之物那就更简单了。谁说一定要本体？你们凝聚个化身去镇压便是。当然了，你们可能要说化身镇压不了，只是这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态度你们表明了，实际行动你们也做了，剩下的那就是天道和红军的事情了。他们又无法逼你们去化作镇压之物，化身镇压不了，自会有天道和红军帮你们解决。高，实在是高。这法则也可称之为自保之法。只要三族愿意主动去镇压地水火风，后续每过一段时间，天道都还得给你们发天道功德作为镇压奖励。前辈，中办法是什么？恳请前辈指点迷津。前辈，我们真的太想进步了，我们想要能够为您效犬马之劳。中办法也很简单，引开天地便是。你们三族回去以后即刻创世，在洪荒之外再造一方天地，而后三族宣布自此退出洪荒。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哪怕创世，但是你们在洪荒造成的业力还是存在，没有偿还业力之前，天道和红军不会允许你们离开，对吗？这多简单。有时候思考问题得换一个角度进行。业力哪有业力？你们的业力是怎么产生的？不就是在洪荒肆意破坏吗？既然如此，你们在创世的时候直接起誓，表示你们三族之所以频繁战斗，就是为了磨练三族，正是为了创世而准备。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洪荒好啊。过程或许不利于洪荒，但结果是利于的，那就是有功。而你们创世，这也能让洪荒多出一方天地，无疑是能够壮大洪荒的本源。这难道不是有功于洪荒吗？既然有功，天道难道不应该给你们发放功德？我操，这法子要宝了！这种办法也可称之为隔岸观火，让你们能跳出洪荒这塘水。如此一来，你们三族以后就能高枕无忧。不论洪荒闹得有多厉害，那都和你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你们可以任意看戏。前辈，那这上办法是？下办法和中办法都已经这么牛而逼之了，那上办法岂不是更牛而逼之？这上办法即是反击。天道和红军这么算计你们，你们想报复回去吗？上办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全部满足才能达到。若想用这上办法，你们需要先选择一人，正道会员。正道会员。
萧敬告诉祖龙他们，要想报复天道和红军，必须要在他们3人之中选择1人正道混元才行。正道混元，前辈除了选择1人正道混元以外，还有什么？不知。 3人神情一愣，旋即想到萧敬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心中顿时升起一丝明悟。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不知。上中下3个办法我已经全部给你们了，家要选择什么，那得看你们自己。若是选择上，你们必须要在你们3个之中选择1个人来准备正道混元，剩下的静等时机。而如果是选择下中2个办法，则随时都可以进行。多谢前辈指点迷津，我等告退。好戏！ 才刚刚开始，继续猥琐发育，收束河流。 3人回到不死火山，在封锁了天机之后，3族族长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袁凤和史麒麟来说，选择中办法性价比是最高的。天道算计我们，罗侯也在里面凑热闹，而红军更是高枕无忧，视我们为棋子。你们真的甘心吗？甘心吗？当然不甘心。 吾等不仅要为吾等自己考虑，更得为吾等族群考虑。不甘心又能如何？上办法即使能反击，但是风险太高了。谁说有风险？吾觉得河神前辈有句话说得很好，格局要有格局，我们的格局得大一点。河神前辈可从来没有说过，只能选择1种办法。如果我们3个一起用呢？一起用，同时进行。 话分2头，这段时间罗侯很烦，也很暴躁，管也不闭了，也不结了，坐在那里思考谋生。你们说3族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龙族不打了，凤族不上了，麒麟族也龟缩了。这3族决战的剧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竟然不演了。无极木，本座养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吃干饭的吗？快给本座想出一个法子来！ 魔祖，要不咱们继续拱火，挑起3族之间矛盾。不论这祖龙、袁凤和史麒麟到底在想什么，只要3族矛盾日渐壮大，那他们就没得选。哪怕为了种族的稳定，那也必须一战。就按照你说的去办。除了拱火，在暗中散播消息，在龙族散播说袁凤和史麒麟联手，必要先让1人正的会员，而凤族、麒麟族也是同样道理。就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机缘，比如混沌魔神本源之类，引起他们互相猜忌，必须尽快让3族打起来。是魔族。 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炼化河流，突破大罗巅峰后，就可谋划东海了。还好正逢亮节天气混乱，否则我这么炼化河流，恐怕已经引起了天道或是红军的注意。这时，愿望本源的颁布，看来3族已经做出决定，并且已经暗中行动。万道本源，整整1万道愿望本源，而这仅仅只是第1笔。 目前还有许多源源不断的愿望本源还在收束中，这要是整个龙寒亮节都结束，我能获得的愿望本源将会有多么庞大，完全无法想象。萧敬心念一动，感应了一下，若想将自己的位格提升，需要花费多少的愿望本源？我现在的位格处于灵河，也可称之为先天之河，1粒河水的质量都远超我前世整个宇宙的质量，而要想晋升最强的混沌之河，所需要花费的本源高达100亿。100亿的愿望本源虽然庞大，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我先一点点的获得混沌之河的部分位格，最后再完成彻底的晋升。只要晋升了混沌之河，下一步就能是命运长河、因果长河，然后就是时空长河。既然第1笔本源已经到手，那也该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未来，若想一切掌握洪荒走向，我还需要1门神通，1门能让我推演未来的神通。只有这样才可确保万无一失，也只有这样才不会靠洪荒剧情去赌去猜。所有愿望本源被萧敬梭哈，全部演化为悟性，加持自身。悟性加持的状态下，萧敬又将全部心神全都放到专攻逆之未来的推演上。至于收束河流，当然是交给化身了。祖龙怎么样了？会员金仙已经彻底圆满，随时可以踏入半步会员，只是想要突破到会员大罗金仙，还缺少一个媒介。你们感应到了吗？时机好像要成熟了。等河神诏令。道友，你不是说罗侯要发动了吗？这3族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该死，罗侯到底在搞什么？怎么还不暗中挑拨让3族大战？
诸位莫急，莫急，一切都在贫道掌控之中。罗侯已经在谋划，之所以迟迟未动，只是因为涉及三族中战，所以才会慢了点。很快契机就会到了。三名老祖点点头，信了红军的话。废物，一群废物！这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好，100万年了，都已经100万年了，三族还是风平浪静。本座让你们挑起三族怒火，本座让你们推动三族大战，你们告诉本座，结果呢？三族相安无事，个别的三族蝼蚁还他妈走动论道起来了。魔主息怒，魔主息怒，滚！好嘞。祖龙、元凤和史麒麟这3个老东西有问题，有大问题。这4个废物虽然办事不力，但是的确是把事情给办了。只是不论他们怎么挑拨，最终都会被祖龙他们强压下去。不行，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否则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红军也是个隐患，必须尽快将事情给解决，让三族大战才行。罗侯要去三族外面蹲点，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2道化身分别去了东海和虚空平原，而本尊则是去了不死火山那边蹲点。先蹲个几万年看看，若还是发现不了端倪，那便另想他法。三族大战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开始。你知未来，成了。得亏这100万年来，祖龙、元凤、史麒麟一直在谋划和暗中准备，为我带来源源不断的愿望本源。否则，想要推演出这门大道级神通，根本就不可能。为了这门神通，萧敬足足烧了有近100万道的愿望本源，可想而知这门神通有多么恐怖。只要修为足够，未来不论多长时间都可窥探，包括无数时间线所有分支，更无视任何天机屏蔽或遮盖，这已经是近乎全知。这100万年来，化身收束河流数量已经达到上万，整个东海附近的河流都已化作了我的本体，修为更是达到了大罗巅峰。只要突破会员金仙，未来1个会员之内的绝大部分可能性都能被我窥探。时机成熟，万事齐备，该开始老子道魔签了这道魔棋盘了。速去通天河。姐，有问题，果然有问题。这3个老东西竟然待在一起，看来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出现这些差错的原因所在了。啥情况？这仨贼兮兮的跑到这河边丢资源，钱都烧得慌。年轻的祖龙、元凤跟史麒麟哟。年轻的祖龙、元凤跟史麒麟这3个老东西被人称呼为年轻，可还行？左边、右边、前辈，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竟然推演不到此人的跟脚。看来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敬前辈为无能之者一击。想要反击，那你们就需要先想好反击的是谁，天道还是红军，又或者倭侯？不是，这有我啥事啊？在看到祖龙3人说要反击红军和天道后，罗侯下意识松了口气，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要松口气就是了。前辈，罗侯虽然算计无等，但说到底，真正的棋手是红军和天道，罗侯也只是红军和天道的棋子而已。所以，我们要报复红军和天道。你放屁！老子是灭世大魔神，老子都准备灭世了，哪能是红军和天道的棋子？罗侯一气之下气了一下，他忍了，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因为他已经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红军和天道吗？既然如此，年轻的罗侯哟，你还不出来吗？被算计的3族居然要和魔祖罗侯合作，一起来算计红军和天道，顺便挣个道。我也能挣道？魔道本就善于隐藏，你是怎么知道的？想知道就能知道。你他妈真能装啊！罗侯见过道，前辈。若想反击红军和天道，仅凭你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到，而罗侯就是你们联手的最好人选。你们和罗侯之间的恩怨，可以在解决了红军和天道以后再清算。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先和罗侯联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到底是什么情况？罗侯心里痒痒的，他可太好奇了，迫切想要知道真相，忍不住传音给祖龙，想要让祖龙给他说说。哼！给罗侯甩了脸子后，祖龙想了想，还是决定透露点消息，毕竟后面还要合作呢。这位是河神前辈，他很神秘，并且无所不知，能看到未来。你暗中算计我们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你要是想知道更多的东西，那就拿出宝物，按照我们刚才的流程走一遍，届时你自然就清楚了。未来？罗侯第一反应就是扯淡，但他还是本能的拿出了12品灭世黑莲，丢进河中。年轻的罗侯呀，你丢的是左边的白12品灭世黑莲，还是右边的金12品灭世黑莲？左边。恭喜你通过了考验，你想要的东西是知道关于你的讯息。
对，劳烦前辈告诉我，道魔之争是不是无影了？你输了，输得老惨了，肉身都没了，被迫身化魔界，这才得以苟活，而且永远都被困在魔界之中镇压洪荒。暂解我们，结果就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罗侯在看到3名老祖被红军算计的字谱，才将自己的诛仙剑阵破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往下看了。前辈，即使红军破阵，即使红军是半步会员修为，吾也不可能输啊。如果天道和红军联手了呢？联手？天道怎么可能干涉到了生灵之事？那如果红军早就是内定的天道圣人了呢？你是不是在想，你也不是没有提防天道，已经在西方灵脉上设下了阵法，必要时引爆西方灵脉，让天道无暇顾及。若是只有红军一人，你引爆西方灵脉的确有些作用，但是红军是带着五邪老祖、阴阳老祖和乾坤老祖一起去的，你的提防还有用？更何况你的算计从头到尾，红军都一清二楚，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你觉得你能赢？为了避免翻车，萧敬还特意用了逆之未来，否则洪荒版本太多，谁知道杨梅有没有一起去？吾是棋子，你们还是吾的棋子呢？你们在笑什么？你们下场比我好到哪里去了？没事啊，我们这不是已经知道情况了吗？也从河神前辈这里知道了破局之法，你呢？操，和这小丑只有我一人。罗侯深吸一口气，随后一脸肉疼的将诛仙4剑和式神枪拿了出来。老子说哈，恳请前辈为吾指明前路，为吾指点迷津。如你所愿。你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演一出戏。演一出戏？原本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4人隐隐有些明白了，这是要引军入瓮。这诛仙4剑，你暂时接着用。只要红军出现在西方，罗侯，你有把握暂时拖住红军吗？有。只要罗侯拖住红军，3族即刻宣布合并，或者凤族、麒麟族、神符龙族等等都可以，只需要有一个名头即可。届时，祖龙成为了洪荒名义上的霸主，自可汇聚无量气运于一身。到那个时候，你自然就能证得慧元大罗金仙之境。你们说，红军会眼睁睁看着祖龙正道吗？到时你们再演一出戏。还演？罗侯，你不想正道吗？我也能正道。随着萧敬的缓缓叙说，4人脸色渐渐变得呆滞，心神大为震动，脸上更是充满震惊之色，脑瓜子都在嗡嗡作响，脑子之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我操，还能这么玩，牛逼！牛逼！论算计，看红军也就是图一乐，真要说牛逼，那还得是河神前辈。都搞清楚了。那便去做吧。谢前辈。我也该准备准备了。传本座命令，向凤族、麒麟族宣战。龙族欺压无族已久，凤族儿郎听令，宣战龙族。洪荒秩序，该尘埃落定了，此战必定是无麒麟族胜出。祖龙、元凤、石麒麟刚一回归，就同时下令开启大战，一时之间，3族大战一触即发。金毛，通知下去，无魔族该面试了。诸位道友，3族大战在即，西方魔族踪迹显露，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让吾等拯救洪荒了。是啊。而罗侯这边则是用自己人来献祭诛仙剑谱。虽然魔族会损失惨重，但是这不重要。若他不死，魔族即使不灭，待的大局落定，他自然可重新复活魔族。只要能赢，一切就都是值得的。罗侯，你道行逆施，妄图挑起3族战争，颠覆洪荒血祭魔道至宝，吾等秉承天道意志而来，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们终于来了，本座等的可是好辛苦啊。3个蠢货被红军卖了都不知道。诸位道友，出手镇压罗侯。诛仙剑阵起。诸位，吾等各入一阵，只要破了罗侯这诛仙剑阵，便是他的死期。是啊。3族怎么停战了？是的，3族停战了。在红军入阵的那一瞬间，3族直接停战。天道在上，吾元凤有感龙族才是洪荒天定霸主，即日起，吾凤族愿归顺龙族，以龙族为尊。天道见之。天道在上，吾使麒麟有感麒麟族难当大任，愿放弃洪荒争霸，举族归顺龙族，以龙族为尊。天道见之。
天道在上，吾有感洪荒秩序有缺，地风水火不稳。身为洪荒主宰，吾责无旁贷维护洪荒运转。即日起，吾龙族愿镇压洪荒水脉。元凤听令，即日起，凤族镇压洪荒火脉。是麒麟听令，即日起，麒麟族镇压洪荒地脉。麒麟族听令。天道在上，吾有感三族势大，若不干涉，恐会影响洪荒发展演化。为洪荒秩序众生，吾等三族愿再开一界，三族主力尽数离开洪荒，给予洪荒休养生息之机会。元凤是麒麟听令，随本座开天辟地。即日起，吾洪荒开天三族退出洪荒，此界当为混沌界。做完这一切，祖龙抬头看向虚空，意思不言而喻。天道，你该做出选择了。坏了，我被偷家了，你们都该死！三族，好一个三族！本座算计你们，结果你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算计本座。红军，吾等谋划，那是吾等的事情，不论吾等谁赢，那也是看吾等谁能技高一筹。何时能让三族也在其中打秋风算计吾等？他祖龙现在想正道，那又将吾等置于何地？你我之战暂停，吾等先将三族解决，再来决出胜负，你觉得呢？暂时休战，先解决三族，三族必须镇压地风水火，绝无谈条件的资格。是。吾以西方为阵眼，布下诛仙剑阵镇压三族，你去阻拦祖龙正道。只要三族根基动摇，祖龙、元凤和史麒麟便就没有了和天道谈判的资格。听到这话，红军眉头微蹙，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时间紧迫，他也根本来不及多想，只能答应下来。三位道友，三族狼子野心，妄图威胁天道，祸乱洪荒，吾等先将祖龙他们拿下，诸位觉得如何？是啊，三人没拒绝，反正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打手，打谁不是打？只要红军许诺的利益到位，那就够了。祖龙、如、罗侯，三族演我，连你特么也演我。天道在上，今吾魔祖罗侯有感洪荒天地有缺，愿演化魔界镇守洪荒。吾魔族愿化作心魔，弥补洪荒修行空缺，为洪荒众生磨练心性所用。愿以魔族镇洪荒，吾为魔祖，当为洪荒开辟魔道。一个会员后，吾将讲道，普度众生，传播大道之法。这是我的词，这特么都是我的台词啊！祖龙在正道，罗侯也在正道，红军人都气红温了，站在原地，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阻止谁了。这里面有问题。红军猛地警觉，聪明的大脑重新占据上风，彻底反应过来，这是有人在幕后算计他。是谁？到底是谁？祖龙在正道，罗侯也在正道，红军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洪荒各方强者也全都在关注着龙汉中片，包括天道的注意力此时也全都放在三族罗侯和红军身上。现在正是我行动的最佳时机。感受到正在疯狂增长的愿望本源，萧敬一脸兴奋。愿望本源整整500万道，而且此时还在不断疯狂增长。抓紧时间变化东海。好一个罗侯，好一个三族，当真是好啊！哼，你们以为你们真的赢定了？虽然不能先正混元大罗金仙，再掌天道圣人全能，令两者完美蜕变，一步登天，但是同时正道还是不难。三位道友，洪荒有缺，需要秩序，此时不填补洪荒，又等待何时？红军，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三位，若你们愿镇压洪荒阴阳、五行和乾坤，待得无尽岁月后功德圆满，你们真灵还可回归，届时你们便是混元大罗金仙之境。贫道可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若你们不去填补洪荒缺陷，天道在上，今吾红军有感洪荒有缺，秩序不全，吾已说服三位老祖，愿与三位老祖齐心协力，令洪荒更加圆满。洪荒出生，百废待兴，吾愿肩负洪荒运转，秉承天道大事，维护洪荒运转，望天道见之。看到这一幕，正在接受气运、功德加深正道的祖龙跟罗侯笑了。包括紧张等待的元凤和史麒麟四人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当日河神对他们说的话：你们纵然能正道成功，但若是想让红军满盘皆输，仅凭正道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媒介。我们两个都能正道，这还不能让红军满盘皆输吗？对啊，2打1，优势在我们才对呀。要是红军能先正混元，再正天道圣人呢？前辈，那媒介是什么呢？红军既然和阴阳、五行、乾坤老祖联手，以红军的谨慎性，不可能不在3名老祖身上做手脚。若你们正道，
红军就会直接发动，逼迫他们三人不得不填补洪荒。即使哪怕无法圆满，红军也可先证混元，再证天道圣人。不愧是能够窥探未来神秘莫测的河神。五行、阴阳、乾坤，你们要是不想死，就入东海。东海。放肆！红军察觉到不对劲，就要动用提前准备好的手段来控制3名老祖，强行化道。何必心急？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贫道？这是你们逼贫道的。点燃都已到位，而我这个主演也是时候该亮个相了。这才是河神的真正实力吗？别说其他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就连萧敬都看的是一愣一愣的。特效吗？样子花了可不要太便宜，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看着唬人，实际真的只是唬人而已。虽然萧敬修为并不是很高，但这是问题吗？就冲刚才那一响，谁见了不脑补，不说一声牛逼？五行、阴阳、乾坤，快将你们的宝物丢进河里，越多越好，这是你们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此人就是祖龙他们的幕后主使者，修为深不可测。水之魔神不可能，水之魔神频道又不是没见过，更何况水之魔神早就在开天时期就陨落了。他是谁？为什么频道从未听闻？洪荒也好，昔日混沌时期也罢，根本就没有这号人。年轻的五行、乾坤和阴阳药，请问你们丢下去的是左边的太极图、函谷幡和乾坤鼎的，还是右边的太极图、函谷幡和乾坤鼎的？年轻的五行、乾坤和阴阳药，请问你们丢下去的是左边的太极图、函谷幡和乾坤鼎的，还是右边的太极图、函谷幡和乾坤鼎的？啊，左边。恭喜你们通过考验。作为诚实的孩子，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你们的奖励了。前辈，我们想活下去，如你们所愿。此人到底什么修为？年轻的五行、阴阳、乾坤佑，现在你们已经不受红军的控制，若想活下去，你们选择正道会员大罗金仙即可。洪荒秩序有缺，只要你们愿意镇压洪荒五行、阴阳、乾坤，自可获得功德加深。如果功德平摊的话，不足以让3人都正道，但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就足以了。只要你们之中有一个能正道，届时联合祖龙、魔猴，自然就不会再有人能威胁到你们。谢谢前辈。敲你吗？当我不存在，我还在这呢。这位年轻的红军佑，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前辈说笑，晚辈并无意见。天道在上，吴乾坤元帅领阴阳五行老祖完善洪荒，镇压洪荒五行、乾坤、阴阳之秩序，天道见之。天道在上，吾等为乾坤老祖所感化，愿随乾坤老祖一同一道镇压洪荒五行、乾坤、阴阳、洪荒秩序未完善之前，吾等愿一直镇压。天道见之。想同时证混元大罗金仙和天道圣人已经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只能先证一个了。红军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后，重新起誓，愿维护洪荒运转，辅助天道完善洪荒秩序。吴罗侯正道混元，正魔祖之位。吴祖龙正道会员，正龙祖之位。吴红军正道成圣，正道祖之位。吴乾坤正道混元，正显祖之位。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场亮劫即将结束之时，结果东海上空又迅速凝起无量功德，向着萧敬冲去。这是天道有感，3族归顺，罗侯感化，3组配合皆是因萧敬而改变，故而给予萧敬功德作为奖励。谢谢河神。马德，你们都谢了，那我咋办？不谢岂不是显得我不合群？要是谢了，我特么的都损失惨重了，还得说谢谢。即日起，洪荒漫不乱，由我说了算。万古长河一连起，注水3000生禁忌，有人得见武者，可获无所赠与机缘。罗侯等人率先行礼，
三族紧随其后，而红军这边虽然他脸色难看，很是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跟着，也行了一礼。红军，本座在魔界等你，若想一战，本座随时奉陪。红军往后5等3族镇压洪荒地风水火，还要你多多配合。红军，这笔账5等3族记下了。这个河神他妈的到底是谁呀？你们不是说贫道能够证得混元，也可掌握天道权柄吗？为什么这一切都跟你们说的不一样？不可能出错。若是不可能出错，那贫道现在为何只是天道圣人？你们问贫道为什么会出错，贫道还想问你们为何和你们说的完全不同。河神到底什么来头？贫道混沌时期也好，洪荒开天也罢，都从未听说过有这号人。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河神，洪荒无河神，他是变数，他是未知，他身上有问题，他不属于洪荒。红军脸色阴沉的回来布下结界后，一座充满着诡异与不祥的禁忌之门便出现在了红军面前。红军没有废话，直接询问为何跟你们说的结果不一样，还有河神是谁。听到这话，那门户愣了一下，随后声音便传了出来：洪荒无河神，他是变数，他是未知，他身上有问题，他不属于洪荒。说着便有一缕缕黑雾从门户中溢出，开始朝着现实渗透而来。哼，不属于洪荒，难道此人就是所谓的域外来客，便是所谓的穿越者？天道圣人只是尊位，混元大罗金仙才是修为，必须得尽快将修为也提升上来，否则就棘手了。讲道吗？那便先来讲道，借讲道功德达到圆满吧。你罗侯要在1个会员后讲道，那贫道就1亿年后讲道。这么想着，红军伸手一指，直接将自己的投影映照整个洪荒，宣布自己将在1亿年后于混沌之中讲道，传下仙道与正道混元之法。先稳固境界，然后去找这所谓的河神。坐不住了吗？1亿年还很长，不急。水之大道的碎片已经炼化的差不多了，3族所给予的资源正好可以用来修炼，加快我的修炼速度。至于这天道功德，本来还想着晋升路线选什么，这天道功德倒是给我提供了想法，不用选了。这玩意是萧敬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的看明白而凝聚出来的，也算是缅怀前世看过的小说了。天道功德可同样是大道级以下的能量，就选晋升万法之河，待得位格晋升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计划和布局吗？这么精彩的视频，不得配个绝版周边助信。最近刚在闲鱼捡漏价蹲到全网断货的拉布布，闲鱼主页点击于理，价格行情一手掌握，还有机会捡漏隐藏款。抄完捡漏先上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仅一瞬间，萧敬就从先天之河晋升到了万法之河。天道功德有手就行。没想到万法之河位格还有这种好处，不仅能转化能量，还可将能量转化为己用。若非消化能量需要花费时间，还有大量能量还未消化，否则都能一口气将我的修为直接提升到混元金星后期了。感觉吸收消化能量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略作思索，萧敬脑海中便浮现出了一门神通——天罡36法之一的九息符气。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九息符气能快速消化能量。说干就干，萧敬打算以愿望本源演化，创造出九息符气。毕竟他还剩下1亿多愿望本源，再创造出一门大道级神通，那都是绰绰有余。借由逆之未来看一下未来时间线的情况，将计划和布局敲定一下。修为神通或是突破什么的不重要，愿望本源才是他的基础盘。我竟然能追溯窥探到10个会员内的未来。萧敬眼前一亮，心生明悟，因为位格提升，所以使用逆之未来的权限也得到了增长。不对，为什么未来的时间线没有变化？萧敬眉头微皱，全力运转逆之未来，再次进行推演。红军，除了因我改变而出现的罗侯讲道以外，其他的之所以没有任何变化的原因是红军在按部就班的重复进行洪荒流小说中原本该有的轨迹。
这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根本并非如此。有我的存在本已发生偏移，红军的想法又怎么可能还和原本一样？所以，这只可能说明红军这是刻意。难道红军是重生者，又或者获得了穿越者的记忆？之所以强行想按照原定的轨迹进行，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按照原本的进行，才会对他最有利，因此才想着不要刻意破坏剧情发展。看来这个红黄没我想的那么简单啊。那就试探试探好了，惹出弥天大谎，让整个红黄为我起舞，正好找不到切入点，这不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吗？萧敬轻笑一声，使用愿望本源演化为悟性，加持自身，开始推演九息符气，并开始等待罗侯他们的到来。而祖龙等人这边，七人则是聚到了一起。思思吾等虽是狠狠拉了红军的脸皮，让红军计划彻底成空，但红军死人阴险狡诈，手段城府皆是不容小觑。而且天道和他的关系也紧密无比。吾等到底是在洪荒混，这于红军而言便是他的主场。即使吾等已经正道，但是红军不得不防，还得有一个万全之法才可以，否则待得洪荒地风水火稳固，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红军确实不简单，吾醒悟过后曾多次思索，不论是混沌时期的开天一战也好，又或是洪荒诞生的凶兽大劫也罢，再到吾等的三族之劫、道魔之争，这些背后都有红军的手笔，他的来历深不可测啊！不说别的，你们知道红军到底是昔日哪一位混沌魔神吗？他的本体又是什么？他的本体不是黄鳝吗？泥鳅吧。萧敬只是提到了神话之法，结果就被监察洪荒的天道给听到了。天道他不清楚啊，于是就跑去问红军，结果听到神话之法的红军吓得脸都绿了。不能闭关了，得尽快搞清楚这神话之法是真是假才行。你们知道红军到底是昔日哪一位混沌魔神吗？他的本体又是什么？他的本体不是黄鳝吗？泥鳅吧。驱鳝吧，应该。几人面面相觑，有些无语。混沌魔神本体们个个都威风凛凛，牛逼哄哄，结果到红军这就抽象起来了。本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所谓的驱鳝之流，恐怕就是红军自己放出来的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小觑他。我们能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河神，是河神的布局打了红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并不代表红军的深不可测就有水分，他的心思是什么谁都不知道，还是得尽早做打算才行，否则不可能永远高枕无忧。说完，众人对视一眼，眼神都已有了答案。这么快就来了？多谢前辈救人。年轻的祖龙、元凤、史麒麟、罗吼、乾坤、五行、阴阳，吾这里需要交易的规则才能进行交换哦。前辈之恩，吾等无以为报，所以吾等愿以各自盗火为限，以此交易。恭喜你们通过考验，你们来意，吾已知晓。破局之法很简单，只要足够强，那就能够破了此局。不知诸位可曾听闻神话之法？神话之法。红军，何为神话之法？神话之法，天道，你从哪里听说的神话之法？吾监察洪荒，有感通天河异样，投去目光，故发现罗侯、祖龙、乾坤共计7人出现到通天河，并唤出河神。神话之法出自河神之口。你的意思是说，河神要给祖龙他们神话之法？或是河神似乎察觉到吾的窥视，已封锁寰宇，吾不知后续。稍等，贫道片刻。这所谓的神话之法，贫道略有耳闻，需要确认一下。善。你们曾跟贫道说过神话之法，具体跟贫道说一下，究竟什么是神话之法？一正永正，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篡改规则，任意定义。这神话之法这么夸张？为什么问？这个河神他知道神话之法。所谓域外来客穿越者，便这般恐怖离谱吗？连这神话之法都有，这诸天万界竟然这般危险，不能闭关了，得尽快搞清楚这神话之法是真是假才行。先回去吧，待等你们彻底稳固境界再来找我，届时我会给你们破局之法。前辈，红军，你会做出什么选择呢？只要你真的有问题，听到神话之法这4个字，一定会坐不住。来得这么快？红军来访，见过前辈。年轻的红军啊，请
请问你丢的是左边的中央物体杏黄旗呢，还是丢的是右边的中央物体杏黄旗？左边。恭喜你，年轻的红俊，你通过了考验。那么你想要什么礼物呢？敢问前辈，神话之法是否存在？存在。真的有。前辈，您应该不属于洪荒吧？为何干涉无洪荒运转？红俊，本座可以认为你是在试问无？红军不敢。哦，不敢。那么年轻的红俊哦，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敢问前辈，吾与无洪荒未免，可有进步之法？有，当然有了。不仅有，办法还很多。比如神化之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即使退而求其次，那也有两全其美之法，不仅能让洪荒升格，还能让你提升修为。天道不是极限，大道也未尝不可。恳请前辈赐法。年轻的红军哦，你所付出的代价还不足以获得神化之法。那前辈您说的两全其美之法是？你也好，天道也罢，格局太小，只顾着眼前这一亩3寸地。你觉得如果将洪荒的基础盘给扩大，对你对天道而言会有什么好处？基础盘扩大。前辈，年轻的红军啊，一个中央物体杏黄旗还不足以达到这个价值。我这里有更低一级的办法，比如教你如何提升权势，教你如何渗透天道，再到逐步吞并天道，掌控洪荒，以此提升修为。你如果想听的话，我可以教你。前辈您说笑了，吾立志维护洪荒运转，肩负天道重任，又怎么可能想要算计天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完全就是在诽谤。贫道绝对不会对此法感兴趣。年轻的红军啊，既然你没有兴趣知道，那我们的对话就到此结束了。不是你吊我胃口呢？鱼儿已经抛出去，不怕你不上钩，就算是你不上钩，天道也会让你上钩。经过和红军的对话，萧敬确认红军不是重生者，也没有被夺舍，但他为何会知道神化之法，萧敬还是不太清楚，只能打算先看看情况再说。给他至宝，吾要知道基础盘扩大具体是什么意思。吾以推演，他说的基础盘或对吾进一步完善有大用。天道，我觉得我们不该表现得如此急迫，否则很容易被拿捏。来日方长，不急于这一时，先摸清河神的底细再说也不迟啊。吾不要汝觉得，吾只要吾觉得。汝为天道圣人，需遵守天道运转，凡是对洪荒有利，汝必须去做。天道，你这样我们会很被动的呀。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共存双赢之法，那个扩大基础盘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要至宝，那就给他，把造化玉蝶给出去，我会给你补偿。造化玉蝶那是能随便给的吗？那是补偿就能弥补的吗？在天道的不断催促下，红军一脸肉疼的拿出了造化玉蝶的碎片。天道，不能再商量商量吗？快丢！年轻的红军啊，我们又见面了。请问左边？年轻的红军啊，恭喜你通过了考验。那么你想要的奖励就是这个基础盘扩大的两全其美之法，具体内容是吗？是的，恳请前辈指点迷津。不知道，年轻的红军，你原本的想法是推动谅解，比如无妖之劫，洪荒天地众生，凡是化形，皆可称之为妖。而巫族作为盘古后裔，两者一是有量，二是有质。若是以巫妖两族的本源来填补洪荒缺陷，这的确是能够对洪荒有所帮助。但是格局太小，这完全就是舍近求远，更是鼠目寸光。他是怎么知道的？与其断绝洪荒前程，以短期的提高洪荒的完善和提升，为何不以长远的发展为目的呢？我这里有下中上三法，下法即为全民创世，以无数世界共为洪荒，由此来壮大洪荒本源，提升洪荒位格。作为洪荒天道圣人，只要洪荒壮大，你能获得好处，而天道同样能获得好处。东法即为选举谅解，谅解不是不可取，但是谅解得选对方案，那才能对洪荒有用。而选举谅解，则是可以让洪荒永远处于正确道路。只要洪荒发展良好，只要洪荒处于良性循环，这不论是对于洪荒、天道、红军你，乃至对于众生而言，自然都是几全其美之事。至于上法，实施难度很高，我将之命名为天道程序计划。暗中听着的天道坐不住了，很不淡定，所以他亲自现身了。请前辈教吾。话音刚落，无量功德顷刻凝聚成形，仿佛在无声的讲述，这些都将是您的。对此，萧敬微微一笑，打了几个响指，就将一身法力尽数转化为天道功德。你有功德，我若也掏出更多功德，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功德气息好像非无洪荒。你不是说过无自域外而来吗？这位到底是去过多少位面，对无数位面都有功吗？功德呢，本座不缺，包括你们给的宝物，其实对吾来说也无甚太大作用。吾只是喜欢这种规则和过程。红军听得暗暗点头，这话他信了。天道，要不要单独聊几句？聊。不是哥们，我还没上车呢，你跟天道聊，就直接把我给撇开了。天道，你知道红军有问题吗？红军有问题？前辈是指红军想吞并吴，还是指什么？如果是吞并吴，吴知道，红军虽是觊觎吴，但他的目的同样能壮大洪荒，如此吴便不在乎。如果是别的，吴不知，需要前辈明示说明。不是指吞并，我是说，你知不知道红军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说话间，萧敬伸手一指，将2段洪荒流小说中关于巫妖亮节的剧情映照出来，快速播放了一遍。前一个是洪荒原本的轨迹，第二个是本座窥探洪荒未来时间线所看到的画面。你看出了什么？红军他在刻意的让一切都按照原定的轨迹进行。对，这就是本座好奇和感兴趣的地方。如此，吾明白了。前辈，吾好像知道您要知道的是什么。这应该就是前辈您所需要的答案，涉及红军的问题所在。一座门？是的，红军虽想隐瞒，但总归能让吾发现痕迹。这个门就是红军的秘密。经过吾的推演，如果说红军有问题，那么这座门就是答案。红军的身边居然还有一座门，这里该不会是多元洪荒宇宙吧？多元洪荒宇宙，前辈，您说的是指红军能够沟通其他洪荒？不错。如果他能沟通，他只需要将此事说出，便能在吾的权限之下占据更大比例，甚至于吾便是以他为主，也未尝不可。为何他不说？是啊，他为什么不说呢？既然不说，那就说明不能说。或许这座门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们只是随便聊了几句，对吗？前辈，此事吾不会告诉红军。如果您找到了答案，希望告知。是。前辈，您和天道，你在叫吾做事？贫道不敢。所谓下法全民创世，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众生创造世界，以此达到全民创世。如果天道你的功德不够的话，吾这边也可以提供功德贷款服务。中法所谓选举谅解，则是在红军你和天道所实施的谅解上进行的改良。然后就能根据前几名的谅解想法进行一个个的模拟。模拟？不错，模拟。正所谓实践才能出真理。即是推举谅解，众生推举，众生体验，最后绝地而出的谅解。天道和红军都惊呆了，此法牛逼！上法设计重大，以洪荒如今的规模和底蕴还难以实施。若是将下法和中法推行开来，如此方能进行上法的推动。上法现在连实施都实施不了，全民创世，全民创世，再加上推举谅解。如果能够实现，谁还管那时老子的禁忌之门？谁还需要那时老子的禁忌之门啊？包括算计天道，成为天道之主，只是基础盘就这么大。倘若有更好的计划，那还做个屁的天道之主，变化洪荒。红军脑海无数念头闪过，从前的他还纠结是要做好人还是坏人，现在他悟了。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只想做仙风道骨一心为洪荒的好人。而天道想的就更简单了，他已经能够看到这里面蕴含多么恐怖的机遇，又会是对洪荒带来多大的好处。当即天道就想给萧敬发功德作为奖励，但是想到萧敬的功德比自己还多，于是天道果断下令让红军给灵宝。不是你自己不给，你让我给，我的钱不是钱吗？红军心里委屈，但他不说，只是老老实实的将先天五色旗配套的其他4旗拿出，丢入河中。多谢前辈指点迷津。本就是按照规则交换，无甚可谢。待得洪荒完善得以蜕变，尔等便可来了合为上法。奉前辈。天道，河神前辈刚才和你说了什么？
在听了河神的计划方法之后，红军就决定要做个好人。结果也不出所料，当再次面对禁忌之门的蛊惑之时，红军没有犹豫，直接嘲讽对方是阴沟里的老鼠，并且向萧敬坦白禁忌之门的秘密。天道，河神前辈刚才和你说了什么？你在教吾做事。好，这么完是吧？河神不屑，你也来凑热闹，那就忍了。推演河神前辈说的下中2个计划的可行性，再将细节方面完善一下。善。算时间，按照他们说的，杨梅应该快要来到洪荒了，得早做打算才行。若是实施下中良法，洪荒未来发展无法估量，贫道必须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贫道需要立威。龙汉大劫已经让贫道丢了脸皮，杨梅此来对贫道而言正是适合。找贫道做什么？神话之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变数就该抹除。红军，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无量量劫之下，只有我们能让你超脱。红军，你忘了是谁给你的帮助了吗？贫道跟你们很熟吗？不要瞎嚷嚷，贫道怕河神前辈误会。以前是没得选，现在光明的未来和前途就摆在面前，谁要跟你们这群阴沟里的老鼠混啊？别沾边，丑巨傲！摒除杂念，红军准备一边巩固境界，一边推演和完善萧敬给予的办法。结果刚闭上眼睛，脑海中便浮现出刚才河神和天道的密谈，然后就没然后了。红军越想就越是不安，越想就越是忐忑。不行，我必须将此事搞清楚才行。哦，这么快就坐不住了吗？年轻的红军啊，贫道有要事汇报。哦，前辈，这件事情还要从混沌时期开始说起。混沌出遁，3000大道成现，万千小道映照，由此孕育出无数混沌魔神，吾也是其中一个。然有一日，贫道发现了一座门，一座禁忌之门。正是因为那座门改变了贫道的一切轨迹，那座门连通了其他洪荒世界。既然连通其他洪荒，那为何称呼禁忌？因为那些洪荒全都不祥。不祥？不错，不祥。禁忌之门中的洪荒有问题，有很大问题。根据贫道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他们会蛊惑人心，而且那些洪荒似乎全都毁灭了。昔日混沌时期，万千混沌魔神乱战，最终剩下3000混沌魔神，再到盘古开天，这些事件都似乎和那座禁忌之门有关。获得禁忌之门的绝对不止贫道一人。用禁忌之门中传出来的话来说，无量量劫终会到来，将会席卷所有洪荒世界，而他们的洪荒就是被无量量劫所毁灭，唯一的解决之法就是在无量量劫到来之前超脱。而且贫道发现禁忌之门中的生灵都想逃出禁忌之门。根据贫道的观察，这个禁忌之门似乎就像是中烟一样，所有毁灭的洪荒都会在禁忌之门中，那里存在着无数洪荒世界的碎片，也有无数苟活下来的洪荒生灵。贫道便曾听到过其他洪荒的红军声音。自从接触禁忌之门开始，贫道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禁忌之门是如何出现的？所有洪荒又是怎么毁灭的？所谓无量量劫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在这无尽岁月的观察和推演下，贫道发现问题可能出自天道。天道有问题。禁忌之门蛊惑人心，对此克苏鲁，拥有禁忌之门的还不止红军一个人。这算什么？洪荒版狼人杀？无量量劫吗？这个倒是符合洪荒的世界观，基本洪荒流小说都有无量量劫这个说法，只是这无量量劫具体什么形式就众说纷纭了。你说天道有问题，所有洪荒之所以会出现无量量劫，极有可能就是和天道有关。是的，前辈。实不相瞒，在前辈您出现之前，贫道只想炼化洪荒，炼化天道，一举逃脱。就是因为这水太深了，包括贫道之所以隐瞒天道，也是因为贫道怀疑天道。这个简单，想要知道天道有没有问题，简单，问问不就知道了。啊？天道何在？来，红军，你将刚才说的话重新说一遍。禁忌之门，多元洪荒，无量量劫，洪荒归宿。前辈，天道有问题。根据吾的推演，这禁忌之门的诞生极有可能就和所有洪荒的天道有关，所以天道有问题。除了天道以外，禁忌之门还与红军有关，其诞生的根本
或许并非因为天道和红军，但他能出现，绝对和天道、红军有必然的关系。贫道推动谅解，致使洪荒一步一步动荡破碎，而天道因为某些未知原因，掀起无量谅解。红军张了张嘴，人妈了，警惕来警惕去，到头来最该警惕的是他自己啊！